训练一个2.8万亿参数的智能体，环境启动延迟必须压到50毫秒以下。Kimi 是怎么做到的？在强化学习训练里，智能体要不断在真实系统里试错、运行代码，这需要极高的环境吞吐量。如果启动一个测试环境需要好几秒，算力就全浪费在等待上了。月之暗面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叫 Agent ENA Agent 的开源项目，它把环境启动和快照恢复的时间全压到了50毫秒以内。月之暗面在训练 Kimi K3 时，其实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。用传统的 Docker 容器启动是快，但隔离性太差。智能体万一写出什么恶意代码，直接就能穿透容器，毁掉整台服务器。要是用标准的虚拟机隔离是安全了，但启动一次要好几秒，根本没办法支撑大规模强化学习的吞吐要求。这就逼着他们必须做出一个既有内核级隔离，又有原生进程级速度的新方案。这个新方案就是 Agent ENAA， 由月之暗面 Kimi 团队和 KV Cache AI 联合开源。定位非常明确，就是专为智能体强化学习打造的分布式沙箱平台。它通过毫秒级的快照分叉技术，解决了智能体训练里环境隔离与训练吞吐的核心痛点。可以说，它就是支撑超大规模强化学习并行的物理底座。为什么智能体训练对环境隔离要求这么苛刻？因为现在的智能体不是只在沙盒里做选择题，它要真正去操作系统、执行代码、调 API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模型生成的代码是完全不可信的，甚至可能包含毁灭性的系统命令。如果不做内核级别的强安全沙箱保护，只要一次严重的越权或者恶意破坏，整个训练集群的物理机都得报废。在技术演进上， Agent ENA 并没有重复造轮子，而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。它的底层基于 AWS Lambda 也在用的微虚拟机 Firecracker， 保证了内核级别的隔离安全。同时，它对行业标杆 E2B 协议进行了彻底的工业级增强与分布式重构，专门为大规模强化学习场景进行了优化。性能数据非常硬核，全都是毫秒级别的突破。它的环境启动和快照恢复延迟全部低于50毫秒，空闲环境的暂停延迟也低于100毫秒，甚至连内存和磁盘的快照生成也只需要100毫秒左右。这种速度已经完全媲美了原生的系统进程，彻底消除了虚拟化的开销。这种极致的快照速度直接改变了强化学习的训练游戏规则。现在智能体在沙箱里训练，就像玩单机游戏一样，可以随时存档和读档。一旦某一步尝试失败了，不需要重投初始化环境，只要花50毫秒读一下上一步的快照档，就能立刻重新开始探索。能跑这么快，秘密在于存储和内存底座的特殊设计。它通过 UBOK 技术把虚拟块设备直接挂载到宿主机，配合 Overlay BD 实现分层镜像和按需加载。只读的基础镜像在多个沙盒之间共享，智能体写数据时才写入自己专属的上层。这就避免了每次启动都要复制大量数据的尴尬，实现了极速克隆。最巧妙的工程实现是它把进程级的分叉机制直接搬进了虚拟机里。系统支持16路环境分叉并行训练，可以在同一个节点上瞬间克隆出16个独立的子沙箱。这些子沙箱完美继承了副沙箱的文件系统、内存和资源配置，连环境重放的步骤都省了，资源利用率直接拉满。拿它跟传统方案对比，优势非常直观。跟传统 Docker 相比，它有内核级的强隔离和快照回滚能力，安全度高了几个数量级。跟普通虚拟机相比，它把启动和恢复拉到了50毫秒级别，速度完全不在一个维度。而且它还完美兼容 E2B API， 原有的 Agent 代码不用改就能直接跑在上面。不过作为一个刚开源的项目，它目前的边界也很明显。官方文档里明确标注，当前的分布式调度和网关模块还处于原型阶段，而且暂不支持授权验证功能。这意味着它目前最适合在信任的局域网内网里跑，不建议直接向公网暴露。Agent ENA 的出现标志着大模型训练范式正在发生根本性转移。
以前大家拼的是静态数据集的对齐，现在大家拼的是模型在动态沙箱环境里的交互和博弈。如果你正在搭建智能体强化学习的训练管线，不妨关注一下这个项目，看看能不能把你的环境吞吐量也往上提一个数量级。